好，我先讲一下，好像已经凑一稿，来，我跟各位同学讲一下你对研究所的态度哦。有些同学当然你是第一次接触啦，我们现在是学分班嘛，那有些同学你可能之前有接触到其他研究所的课程，那我讲一下我的经验跟我的思考，好不好？我们在大学里面，就是说这个大学机构里面会有3种学历，对不对？哪3种？在一个大学里面，譬如说文化大学里面，你可以在文化大学里面取得3种学历，哪3种？学士、研究所叫硕士，再来叫博士嘛，对不对？大部分的学校会给予这3种学历，那当然你说有些专科改制的，它还有什么副学士之类的哦。好，那但是我们简单来讲，这3种层次，好不好？那3种层次的话呢，我们来跟大家先讲一些学术通识课，好吧？学士大学阶段，然后第2个阶段叫做研究所，我们说的硕士阶段。那事实上，广义的研究所应该是把博士也包含进去了，只是我们比较习惯口语说的研究所跟硕士画上等号。事实上，研究所应该包含硕士 and 博士啦。好，那我们就分别把它写出来。好，各位同学，在这3种层次里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你在大学的时候问我统计 ANOVA 单子变数分析，我的答案是一样的。那你在硕士问我 ANOVA， 难道会有不同的解释吗？你念博士班是问我1+1，难道我会回答不是2吗？所以很显然的，不是知识学问的不一样，不是知识学问的不一样哦。这句话就很重要了，不是知识学问的不一样，而是什么不一样？你的态度不一样。OK， 好，那在大学阶段啊，其实这个大学阶段泛指大学以下的所有阶段，也就是说这边的大学，其实我所指的是大学以下，包括专科、高中、高职、国中、国小、幼稚园，就是这个大学以下的所有的阶段，你抱持的知识学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好，就是学，就是学习知识。然后呢，能够可以干嘛？可以做一个价值的判断。好，等一下我再分别解释，好不好？那硕士班呢？硕士班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老实说，这些文字或者这些叙述，在大学部很多同学你也听我讲过啊。那但是你的态度有什么不一样？不是老师哦，真的，因为你们问的东西，同一个答案应该不会有不同的，就是不同的可能性啊。1+1等于2，从小学到博士都是1+1等于2。好，那所以这个知识对于知识的看法，你自己本身要抱着态度有不一样。各位同学现在都是研究所或即将要进入研究所的，或者你曾经体验过研究所的课程。好，所以你会发现我已经写给你了嘛，什么知识跟做什么事情啊，所以很显然下面都是对仗，你知道吗？好，所以你对于知识的态度这边要画什么样的动词？就是等一下我在写圈圈知识啊，这个圈圈是什么？我听到答案了。对运用知识，运用知识。好，所以我们在研究所阶段我们会比较期待我们的同学们，你应该是要能够运用知识。运用知识拿来干嘛呢？其实最主要是要解决问题啦。好，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你可以去想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学门的研究所，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可能性？好吧，那目前为止在座的同学还没有到博士的成绩，但是你可以猜猜看我们只是纯属讨论。那博士是怎么样的知识？叉知识，这边是什么？创造研究知识。很聪明这很厉害所以我们大学部的同学其实可以直接念博士没错，答案是创造
当然你讲其他的答案，我没有说你错啊，我只是说这是我心目中的答案。我当然你有讲嘛，因为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个人领悟跟心得而已。好，创造这次被冲啥呢？被冲。创造这次啊，制造问题，是不是？制造问题，其实没有错啊，是制造问题啊。好了，但是制造问题听起来有点负面，有点枯燥，对不对？可是它真的是一个，对啊，真的是去发现问题啦，应该是这样用的，发现问题。不是说博士都故意找麻烦的意思啊，去发现问题。OK， 好，那把这3个层次都写出来之后呢，其实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思维的层次有所不同。我并不觉得我并不觉得说学士、硕士、博士他就是所谓的低、中、高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你今天看待知识学问的态度。好，首先我们先讲一个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学士以下。学士以下，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呢？为什么要学习呢？老实说，你从小到大到大学都会比较属于听到像我这种老师，就是单向传输的。因为你从出生到现在，我们像一块海绵去吸收这个人世间所有的这些知识学问嘛。所以不管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长辈，一开始就在教你一些所谓的习俗礼貌、做人做事的道理。到学校我们有课本我们有一些科目来告诉你建立这些国英数理化历史地理这些东西的一些 common sense。好，那为什么要学呢？因为我们不学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价值判断。好，你要知道价值判断这个事情是所有的生物体都可以做的。你家的狗你家的猫，它会不会价值判断？它会它会有自己生物本能的喜好。例如说，它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他喜欢玩什么，他不喜欢做什么，所有的生物都会有价值判断。但重点是你是依赖你的生物原始本能，还是说你是有知识的基础？如果你有知识的基础的话，你的价值判断会比较相对客观而且理性，不会自己想要干嘛就干嘛。如果我们自己就想要干嘛就干嘛的话，这个价值判断有可能是危险的，有可能会伤天害理，有可能会害人害己，有可能会自私自利。所以我们学习知识之后，我们会做出一些不会让人家觉得很糟糕的事情，这样明白吗？好，所以你今天学的知识，你不会说我今天可以横冲直撞我今天这个走路可以不看马路不看这个交通规则至少你知道说我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所以其实从大学以下就是高中、高职、专科、国中、小学都是在学。你像一块海绵在吸收完以后，你可以做好价值判断这件事情但并不是说你不学知识就不会价值判断，而是学了知识之后，你的价值判断会比较客观理性。好，那重点来了，我们在这个阶段运用的阶段，来硕士班，你会发现硕士班老师对你的要求其实已经从学习到运用了。如果你去想象你现在念的研究所是你以前大学的本科系，那你会比较顺利一点，是为什么？因为你运用的知识有可能是你以前大学或专科高职以前所学到的东西，所以你运用起来的时候，你会比较得心应手。好，可是呢，运用知识它内涵的一个哲学就是你必须要先拥有才能够运用，对吧？说我要运用这支笔，我不可能手上没有笔能够告诉你怎么运用这支笔。所以运用知识的道理在于说，你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可是呢，往往事与愿违的是什么？来，各位同学，你大学以前念的不是观光休闲的，请你举手。对嘛？所以看我们在座除了我们这个大学部的同学、直升的以外，你们都举手了嘛？所以假定你们没有足够的观光休闲的知识去念我们观光休闲的研究所，当然观光休闲的研究所的知识也没有到很困难。可是呢，我必须要讲这边的运用知识，如果你发现你没有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个观光学的这个领域的东西，虽然它很简单，但是你没学过，那就是没学过。
没学过的东西跟困难与否没有任何的相关联啊。有些东西知道与不知道，好，那如果你不知道，可是你现在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运用到这个知识，但是你以前没学过，你在硕士阶段怎么办？例如说，我现在假设我大学念的是这个气管系，可是呢，我研究所念的是数学研究所，好，那结果我有很多数学知识我都没学到，但是我的数学系的老师告诉我说，我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要用到微积分啊、线性代数啊、工程数学，然后呢这个几何等等啊这些数学原理，那你觉得我要怎么办？我要运用之前，我要先拥有哦。好，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学。好，所以当你今天跨一个领域，或者即使你是本科系，但是你大学以前有些东西你没有学好，或是没有学到的东西，在这个层次你都必须自学，要下放到大学以前的所有事情去自学。好，所以为什么有些研究所它会规定所谓的基础学科？或是一些所谓的要下修的学科，其实它只是帮助你说，我觉得如果你以前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那么你要运用起来，你可能会有所困扰。所以我先帮你找了几个科目，你可能会具备要基本的素养的时候，我会要求你到大学以下的层次先去补修，是为了让你能够先拥有，再好的去运用。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假设我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用到微积分好了，假设是这样的。然后我说，我大学我念气管系的，我没有修过微积分那是谁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那是学生的问题。你要知道，研究所的指导教授，我们是指导你这条路，指导你往东边走，往西边走，是这样子哦。好，你可以告诉我说，老师，往东边走，你虽然告诉我这样子，可是那个路很崎岖，很弯曲，我走不过去，很困难的。那是你家的事，我已经告诉你用微积分去解这个问题，已经对你很大的仁慈了。我没有叫你自己 try error， 你了解吗？如果你要自己 try error 的话，你可能会先去学，搞不好是经济学啊，搞不好是财务管理啊，搞不好是线性代数啊。我这么明确告诉你是微积分啊，然后你还告诉我，微积分很难，我不会，我没学过，那是谁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我现在讲很严肃，可是做学问的态度就应该如此。好，所以为什么研究所这个层次呢？我们在以前会认为说，读一个硕士很有竞争力，是因为在读研究所的时候，你必须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至少要能够解决问题，你才会毕业。为什么？因为有那本硕士论文在。好，那硕士论文里面的题目呢，通常都是一个整合的领域，整合的领域，你要用到很多的知识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例如我说，假设我今天研究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核能电厂到底盖或不盖的问题。假设我现在研究的题目是这个，那你不管我什么研究所，你都会发现我的知识是不足的。因为核能电厂要盖或不盖，它牵扯到的领域有多少？例如说，你从能源来讲的话，它是效率，它可能有物理化学的部分。可是呢，你也可以牵扯到一些经济学的人类的发展，有经济跟社会学的部分，对不对？还有说你今天盖或不盖，还有政治学，因为居民抗争的问题的部分，对不对？还有说我们今天呢，会不会觉得核能很不安全？有环保议题的部分，还有心理安全的问题。所以发现核能电厂要盖或不盖，如果这个题目是你的硕士论文，你要解决它，你必须要全方位的看待这个议题。你所需要的知识基础，一定都是你大学里面没有办法全部涵盖的，你多多少少都要必须在运用之前先去学习。所以硕士班的成绩是不是就完全跟大学无关了呢？不是哦，而是因为你要运用知识，先从你脑袋的资料库里面看看你的知识量够不够。如果足够，那就恭喜你；如果知识量不够，你必须要有自学的能力回到这里。你就不会告诉我说，老师，我以前不是什么系的，我以前不是读什么系的，那都跟我无关。我能告诉你，你要运用这个知识，就已经最大的仁慈了。这样明白吗？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大学的角色，或者大学指导教授的角色。那你解决问题之后，完成这个论文，基本上这个论文我不期待你就是解决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可以了，创造一个价值就可以了。那你就毕业了。所以在一般的公司行号，为什么会觉得说，研究所比大学好？那是因为我们研究所帮你训练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后你到了企业，你可能要告诉我，学用落差。我今天大学或研究所学的，跟我在企业里面的东西又无关了。对啊，反正就无关了，我怎么到底要找什么工作？
对不对？如果你刚好运气很好，大学、硕士跟你未来的企业都是本科的同一个领域的，那当然很顺利。可是有没有人是大学、硕士跟他未来企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啊，就是至少我们教你的哲学观点，在我们知识论的观点说，你既然能够解决一个问题，你在你的企业或组织，你还是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跟第三个问题，因为你知道学习知识跟运用知识的方法。说为什么读研究所？研究所为什么有竞争力？为什么研究所的起薪要比较高？是因为你有经过这样的训练，你不需要等着人家教你，而是你知道怎么样找答案。好吧，最后一个博士，博士千万没事的都不要想不开啊，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这个脑袋要有一定程度的异常才会有到博士的成绩啊。当然是自我检讨，异常只是 abnormal 我没有说异常就一定不好，我只说有异常。那在博士的成绩，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呢？创造知识。create 创造是什么意思？创造有点像是目前没有，想办法变出来那种感觉，对不对？或者是结合2种以上的领域，然后蹦出新滋味，变成一种新的学术领域的那种感觉。总之创造呢，它是有一种就是把它变得更新，或者是变出一个新的东西那种感觉。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想办法去发现问题。好，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呢，在硕士层级的时候，我们运用知识去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本来就存在的，悬而未决，在人世间，在社会上早就有一个难题等在那边。比如说核能电厂要盖或不盖，核四要盖不盖，这是一个问题。你去想办法用各方面的学科的知识，看看能不能好好的、妥善的去提出解决的方案。核能电厂。可是呢，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你要去想想看，在核能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怎么会有核能电厂呢？核能的这个能源是怎么被发现出来的？原子弹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爱因斯坦弄出来的，对不对？好，那你就是类似博士，就感觉是说，你今天必须要去创造一个知识，去结合很多人类目前已知，然后去跟未知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发现问题，并不是说我今天我是博士，我去制造社会问题，而是你去发现，在人类或者在宇宙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新的挑战等着我们可能会即将面临到。你作为一个学者，你必须要能够创造一个知识，你能够发现未来问题的话，那你才对人类的知识有所贡献。好，所以所有的博士毕业证书的英文版都会加注一句话，就是说，因为基于你对人类世界的知识的贡献，所以我们颁发你的博士学位，都是这样子来的啊。好，那我现在讲的是一个理想阶段的，你当然可以找到很多反例，就是大学也没念好，硕士也没念好，博士也没念好，都没有达到这个层次，但最后还是毕业了。我现在讲的只是说，在这3个层次里面的这个知识论，它的一个哲学观应该是这样的。好，你不要小看说，这个知识已经大爆炸了，已经大爆炸了，怎么到现在还需要创造知识呢？我可以跟你讲很多很多的例子，现在的知识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你把我们的这个范围放到我们的地球或者是我们的宇宙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不够的。有一个人叫做什么东西啊？我好像讲过嘛，那个印度的电影是不是？印度的那个电影那个数学家的故事，叫做那个中文的翻译名称叫做《天才无限家》，就是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那个数学家名字我忘记了。总之这个电影里面，它真神真事嘛。他所发展的这些数学定理，在当下其实都搞不清楚到底要拿来干嘛，一直证明那些事情，或者发展那些数学公式，真的不晓得拿来干什么。可是呢，他过世了大概40-50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原来他的那些数学公式能够解释我们宇宙黑洞的运作。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黑洞，可是他就已经想到那些公式，他也不晓得怎么想出来，反正那些脑袋的确是有异于常人之处。所以在当下他没有受到太多的肯定人家也不晓得他在干嘛，甚至他自己可能也不晓得他自己在干嘛。可是呢，他创造的是他其实帮我们人类世界去铺路所以很多人说数学没有用，其实数学远远不够用。现在我们很多的事情是还没有办法用数学去写出来的。你要知道，数学是一种语言，数学是一种语言所以理论上我们所有已知的事情是都可以用数学式去写出来的，都可以用数学式写出来。数学是一种语言。
啊。所以我记得以前的课堂上我也跟你讲过说，像数学很厉害的人，他可以把所有的目前在人类知觉上有意义的文字跟符号，全部都写成数学公式。最有名的就是把莎士比亚全部翻译成数学公式的人。真的，整本书这么文学巨擘的这种小说里面的这么多剧情，那么多优美的诗句跟文句，居然可以全部写成数学符号。而且数学家，如果你懂数学，你就看得懂它里面的剧情的起伏、人物的刻画，一样都可以用数学式去写出来。啊，当然我没有这个能力了，我只是说有人可以做到。好，那其实呢，博士的阶段应该要到这里。好，你可以把它套用在任何一个学科里面。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其实就是要跟各位同学讲一下，你们现在在这个阶段你们在这个阶段你要小心哦，你要小心哦，因为在这个阶段就代表说，我们对你的期待是运用知识，如果你运用的不好有可能是第一个你知识含量不够。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知识含量虽然够，可是你用的不是非常的巧妙这个给各位同学参考一下所以想办法在我们在课堂上的学习里面呢，去增进你的能力觉得很沉重吗？本来就是知识分子，我们是知识分子。你在大学里面是知识分子，它是具有神圣性的知识分子，你不管进入哪个大学，你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具有这个社会的责任跟道德的勇气在的所以不要小看自己，你只要是大学生以上，你本来就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不会因为你今天大学很好考，或者是大学生随便都是，然后就舍弃得到这些东西因为就算即使是我讲一个比较夸张的，就算是国立大学的学生，也不见得他能够3个都做得到但是你抱持这个心态，哪怕你是最后一个学校毕业的，你都能够抱持着非常好的知识论